嘿，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看我们歌多平台跳跃游戏的最新一期。在之前的几期里面，我们一直在实现关卡里面的各种机关，而第4关呢，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机关，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所选择的这一套美术资源模板它所提供的参考图里边在第4关里面，它有一个这种铁链的狼牙锤的这么一个效果。实际上，我们之前的几个机关里边已经有类似的教程内容大家可以举一反三结合我们之前的教程来尝试自己制作一下。如果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制作也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实现。好，创建一个新的场景这个场景它有一点特殊，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我们每一个机关它的链条的长度是不一定的，而且呢，每一个链条旋转的角度也是有差异的。可以看到它有这种左右摆动的，当然也有这种360度摆动的而且呢，它摆动的速度也是可以我们自己设置的那么来看一下如何的去设计。先找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所需要的素材，包括2部分，一个就是它的球体还有一个它连接球体的一个锁链。我们依然是用一个 Character Body 2D 对象吧，用它来代表我们当前的这个球。这个球呢，它需要一个精灵，给这个精灵添加上之后，别忘了一个 Create Body 2D 它本身是一个 Collation Object 2D 对象，因此它需要我们给它提供一个 Collation 形状。那我们可以直接提供一个圆形非常简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给它提供一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 Rare 2D 用来指定它可以对玩家造成伤害的范围。那么这个伤害范围我们也是用一个圆形，但是颜色可以稍微改一下，把它比我们预想的要稍微的大一点，这样就可以了一个球就实现了。当我这个球和我们的原点之间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那我现在希望它和原点之间是有这个锁链连接的，因此呢，我们通过代码来实现这一部分。可以给我们的根节点添加一个脚本，脚本里边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导出的变量来指定当前我们要找到的这个图片的纹理。当然了，这个纹理在检查器里面也是可以修改，因为我们是一个导出的数据。其次呢，我们要有一个对于当前这个 ball 它的引用再往下它的权重或者叫做密度我们要设置一下。再来呢，我们当前希望它移动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呢，我们默认的比如说从30度到160度之间这是最小角度和最大角度。还有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旋转的速度，那么这个速度也是一个浮点值吧，默认我们可以给它一个1，这个要写一个注释，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它是当前弧度，每秒钟1弧度，可以这么理解。继续的往下来看那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编写代码了，来看一下如何编写它。所有的连接的 chain 我们是动态生成的，但是尽管是动态生成的，我们也需要用一个变量来持有它，用一个精灵对象来实现。再往下我们看它的一个半径这个半径我们先不设置它。在 ready 的时候，我们让它的半径，这个半径 IDIUS 是一个浮点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设置一下这个半径。这个半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球它的位置和我们圆心之间的一个距离。之后就可以生成我们需要的点，看一下我们需要多少个点这个部分和我们之前实现的那个可以移动的齿轮的效果是类似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 for 循环，然后 point in points 生成，这是一个 spring 类型的。生成完之后，别忘了给它的纹理赋值。赋值好之后呢，就可以将其添加为我自身的子节点。与此同时呢，别忘了把它添加到我们当前这个持有所有 chains 的变量里边。那么完成这一切的操作之后呢，我们可以 update 一下当前的这个显示 update
更新它的显示啊。尽管我们在这里设置了这么多的点，但是呢没有设置它的每一个点的位置，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更新一下每一个点它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更新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获取我们当前圆心和这个 ball 之间的一个连线，去绘制它。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位置信息，这个位置就等于我们直接创建吧 ，x 和 y 分别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半径乘上 cosine 我们的角度。这个地方我需要传进来一个角度，再乘上我们当前自身的 global position。y 呢和这个类似，只不过我们要乘的是 y， 并且我们前面要给它改成是一个 sin， 用一个三角函数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实现它了。那么求出的这个 position 是一个球，它的 global position 等于这个 POS 之后呢，这是获取它的显示，对不对？我们可以 for 循环先有一个 index 吧，一个 for 循环，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变量里边循环每一个获取它的位置，就等于我当前自身的 global position 加上这个 index 乘上这个 char_bed 啊，再乘上 global position 啊，到我们自身的一个范围啊。这里我们稍微修改一下啊，上面的这个实际上它应该是设置我们当前的球所在的位置啊，需要传进来一个角度啊，根据我们的角度来获得这个球所在的位置信息啊。我们把刚才复制的这个给它粘贴过来，是我们一个半径乘以 cosine 角度，再加上我圆心的 global position x，y 坐标是它的 global position 的 y 坐标，以及 sin， 这是它当前的角度。再往下呢，我们就更新所有的中间链接的小点点，实际上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获得的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获取球的 global position。这样呢，每一个点它的 global position 信息都已经有了。这里最后呢，我们再加等于1就可以了。这样呢，这个更新它显示的方法我们也提供了，可以在编辑器里面看一下。我们把它设置成是一个 true 脚本之后呢，我们可以重载当前场景啊，之后呢看一下它有没有在我们之间创建链条的。很显然它是创建了的，但是呢，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啊，它所创建的这个链条原点位置没有，多出来一个位置，这个需要我们修改一下。实际上修改它也很简单，第一个我们可以给它一个0来试一下。重载，那这不是回到刚才的这个默认的圆心的位置了吗？好的，现在它的显示是正常了。那我们需要让它可以来回的摆动。按照我原来的一个想法，那么我希望的是给它一个摆动的范围啊。我们预设，比如说左侧是0啊，这一面是180，这样呢它就会从0到180，再从180到0。所以呢，我们这里还需要一个变量，它当前是否可以反转？是否可以循环吧？默认的我们让它是 true， 让它可以循环的移动。这样我们让它物理帧，我们都让它循环的去移动来试一下。声明一下，一个变量就是我当前的角度等于我们 global position 自身的 global position 和我们某一个点之间的角度。这个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球体它的全局位置信息，我们就能获取到当前的角度了。之后呢，我们可以 update 的这个球它所在的位置，它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让它可以这样，就是当前这个角度加上，让它当前的角度加上我们的这个速度乘上时间单位来试一下。在游戏里面重载已保存的场景来看一下，它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反应的原因是什么呢？来查看一下。在物理帧里面啊，当前的角度是它和它之间的这个尺寸，然后我们需要让它更新位置。在更新位置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把它写全，我们需要的是设置这个球的 global position 位置等于我们新获得的这个，甚至说这个地方直接这么写也可以，省事儿了啊。然后回到场景里面看一下，它是不是就沿着我们当前的这个圆心的位置在移动了？但是呢，在它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这个链条的显示也跟着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希望它是这样一个效果。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链条不会挡在这个球体前边，是吧？这样看起来有点像是穿帮了的效果。
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渲染层级。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这叫什么狼牙球的效果。因此呢，我们可以在场景里面添加上它，4号这个位置添加一个，再复制一份添加在这儿，还有一份应该是在这儿吧。重载当前场景，也可以改变它的速度，我们来试一下。比如说它的速度是2，那么会明显变快，是不是？另一方面呢，像这种如果让它这样好像还可以。我们第3个呢，让它们的子节点是可以编辑的吧？我们这样来设置一下，只能一个一个的看吗？好像还真是啊。右键子节点可编辑，你编辑一下这个球的距离。我想把它拖拽出来啊，发现好像是它不允许我们拖动。不允许我们拖动的原因是因为它当前正在移动，所以它的位置呢是计算好的。因此我们回来看这个位置啊，它已经计算好了一个半径啊，那我们也不是完全不能操作，可以给它一个变量，代表说我当前是一个编辑的状态。if 如果是一个编辑状态，我们让它 return 回到这个场景4里边啊，给它都设置成是一个编辑的状态，加载重载完之后它不能动了。第3个的球我们让它稍微缩小一点，重载之后你发现这个球又变回到原来的位置了，是因为我刚才没有保存吗？重载一下啊，这样就可以了。上面的这个就这么大没关系啊，甚至再大一点也没关系。然后这面的1号和4号我们希望它只在下半部分来回往复的去移动，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要补充一下逻辑算了，这里呢我就不补充这块逻辑了。我们卖一个关子，卖这个关子的原因是让大家做一个课下的练习吧，相当于是一个课下的练习。这样呢，我们就不事无巨细的把所有的内容都实现了，启发一下大家自己去思考。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些。如果大家觉得老李视频还不错，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那么可以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转发、投币，也可以关注我，也感谢大家的充电，谢谢大家。那如果有同学想要进一步的跟我一起学习哥多引擎的话，也可以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或 APP 里边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加入进来，成为老李的铁杆粉丝。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